大家好，我是乔文杰，也是风帆摄影计划软件巧事的作者。相信很多人已经看过我前面做的7款磁吸滤镜的横向测评。那在测评中间，我尽可能的要保证公平公正，所以呢，都是用数据来说话。我尽量少掺杂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看法。那既然是人嘛，就会有自己的想法。我在测评这些滤镜的过程中，其实也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也自然而然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所以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呢，我就和大家来探讨一下我对这些滤镜的一些想法。那这个视频的基调呢，基本上是一种讨论探讨的性质，和前面的测评视频呢是不一样的。这一次我做测评的目的呢，主要是因为巧摄有很多用户群，风光摄影师为主嘛，或多或少呢都会用到滤镜。那很多人就在群里问各种滤镜，让我能够给他们一个推荐。我当然不想随便的就推荐一款滤镜啊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找这些滤镜来做一个横向的测评，也是本着对我的用户负责的一个态度吧。大家看到前面的测评视频之后，有的人就会问为什么有的品牌没有包括进来，比如说像一些老牌的厂家 BW、Ni 还有 Breakthrough。他们没有包括进来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没有磁吸滤镜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办法把它包括到我这个横向测评里面来。还有一些滤镜，比如说国内的奈斯，他们也有对应的滤镜产品呢。这个就是他们的 Swift 快转系列，叫做飓风系统。但是这一款滤镜它其实采用的不是磁吸，因此在测评的时候我就感觉和这些滤镜不是特别的搭，所以呢，我就和他们商量一下，没有把他们产品包括到这次横向测评中间来。国内呢还有海大滤镜。我也和他们联系了，他们表示不参加这一次的测评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家 H&Y， 他们有磁吸滤镜，不过他们正在众筹一款新的产品，所以呢就没有把老的磁吸滤镜给我做测评了。还有几家我看到也有产品，但是因为品牌比较小，所以我就没有联系他们。首先我们来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目前的边框识别呢分成2个类别。第一类呢就是彩色派，以 Maven 和卡瑟为主的这2款滤镜。那另外一个派别呢，就以瑞丽龙和 Freewell 这2款为首的，一个是用文字和图案的方式来代表边框的类型。那这2种不同的边框表示方式，到底哪一个更好呢？所以我想说一说我自己的想法。首先呢，老花的人可能会觉得彩色的比较好，因为他们看不清楚文字嘛，色彩相比之下会比较好一点。当然，对于那些色盲色弱的人例外了。那实际上我也让老花的人看了瑞丽龙的这个边框的图案，其实他们说基本上没有问题，能看清楚的。但是对于 Freewell 的文字看起来呢，就会有一点费劲了。不过我这里也说一下彩色边框的几个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彩色边框它的这个颜色呢，实际上是有记忆成本的，你并非能够一眼就能想出来是什么滤镜。那过去的这2个星期，其实我在做各种各样的测试，所以我要把各种滤镜换来换去。那在换的过程中，我就要识别是哪一个滤镜。而 Maven 这一款滤镜呢，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不是靠彩色，而是靠这个边框的齿轮数来判断是几档滤镜。至于 CPL 嘛，比较好吧，因为 CPL 它是蓝色，蓝色代表天空，所以我很容易就想到。而卡瑟呢 CPL 是银色的，所以我也很容易想到。但是其他的3款 ND 滤镜我就分辨不出来了。但是这里面我有一个客观的原因，就因为我要同时使用2款系统，而这2款系统的彩色编码是不一样的。那比如说蓝色的这边代表的是 CPL， 而在这一边呢代表的是 ND 3档的滤镜，这一边的红色是 ND 10档，而这边的红色是 ND 3档。那这2个之间呢，我老是记混，所以没有办法。那所有的滤镜中间，我发现瑞丽龙这一款我是最容易识别的，这是我自己使用的一个体验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彩色的边框，它们呢制造成本会高一点，所以最后的价格评测大家也看了啊，这2款滤镜的价格相对要高一点，这也容易理解，因为彩色边框每一个滤镜的边框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大家也知道，生产的时候如果量越大，成本就会越低。那比如说像瑞丽龙或者是 Freewell 这2款滤镜，它可以一次问厂家生产1000个镜框，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把它做成不同的滤镜就可以了。而 Maven 和卡瑟呢就不行，它如果想每一个都生产1000个，就会导致有的滤镜镜框可能先用完，有的会后用完，这样呢就会有一个库存的成本。所以呢，彩色边框对于控制成本这一块来说是不利的。其次呢，就是彩色边框的扩展空间也小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现在就4片滤镜，我有时候都记不清楚每个彩色代表不同什么意思。那如果更多的话怎么样？这里刚好 Maven 正在众筹嘛，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新出的一些滤镜采用的边框识别方法，比如说吧，它这里有一个叫做 Dark CPL， 也就是 CPL 加 ND 滤镜的一个组合。它为了表明是几档的，它就不得不用边框这个齿轮的宽度来表示。如果是宽3毫米呢，就是3档；6毫米就是6档；
10毫米就是10档，这个我觉得就有点难搞了啊。你说3、6、10还行，那如果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每一档都得做的话，那还都是2毫米、3毫米、4毫米这样搞下去吗？用户根本没法看出来5毫米和6毫米之间有什么区别。我的感觉呢，彩色这一边呢，迟早会有一种捉襟见肘或者黔驴技穷的感觉。那么对于锐利龙这个图案的范式呢，它的扩展的空间就非常的大。所以呢，我刚刚拿到他们滤镜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喜欢，对他们这种设计呢，我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所以我就问他们要了其他的类型的滤镜。最近呢，我刚好也拿到了这些滤镜，这边我给大家正好也稍微看一看吧。这边呢是3款黑油的滤镜，它是画一个圆圈，中间是黑色的露出来嘛，就是黑油。那如果中间画的是白色的呢，就是白柔。为了表示几档的黑柔呢，它用了不同的几个圈，2个圈就表示1/2档的黑柔，4个圈表示1/4档，8个圈就表示1/8档，所以一目了然。那这里还有一个叫做珠光柔，所以它用的是一个菱形啊，像一个珠宝的亮光的这种形状。那这2款呢，分别是蓝色的拉丝和金色的拉丝，所以它就用一条线条。其实我建议它这一块其实可以用彩色的线条来表示蓝色或者金色，因为它这个是颜色和这个色彩是一致的，就没有任何的记忆成本，所以这样呢也挺好。因为部分的国内的用户并不认识 blue 代表蓝色， gold 代表金色，所以用色彩来表示可能更加好一点。最后这边还有一个就叫做烟花滤镜，它有3个，分别是混合蓝色和金色，它也是用文字和图案共同表示的方式。那这个呢，同样我也觉得用颜色表示可能更加好一点。那这就是它们不同的滤镜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扩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第二个我想说的问题就是这些滤镜测评下来，它们有没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啊？我觉得是有的。第一个我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呢，就是暗角。那这边的测试呢也已经表明了，这7款滤镜在使用普通的磁吸转接环的情况下，一片滤镜都有暗角。就算使用卡色这样的一个类接环呢，也只能保证一片滤镜没有暗角，如果再叠第2片滤镜的都有暗角。所以这边我也给滤镜厂家定一个小目标吧，希望他们在使用这种类接环的情况下呢，可以实现2片无暗角。如果使用普通的磁吸转接环，一片没有暗角。有人可能就会说了，你为什么不用大1号的滤镜系统，这样就可以没有暗角呢？比如说82毫米的镜头，你去购买95毫米的滤镜，或者说用方形的滤镜，那这样就没有暗角了。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大1号的滤镜呢，便携性呢没有这个82毫米的磁吸滤镜好。另外呢，因为82毫米的磁吸滤镜的销售量比较大嘛，所以价格比较便宜。如果使用方形或者是大1号的圆形滤镜，价格也会贵不少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哪一个滤镜厂家能够实现82毫米滤镜2片没有暗角的这个目标呢，它的产品一定会大受欢迎的。第二个我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呢，就是 GND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用这种大的方形的滤镜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根据前景的情况呢做上下的这个调节。方形滤镜戴起来就会比较大，尤其是在我们徒步很远的时候，我想尽可能的戴少的滤镜。所以我也有时候也希望圆形滤镜也能做成 GND 的样子，但是圆形滤镜的问题是没法上下动。所以呢，像有的厂家它这里呢就做了一个圆形的 GND， 不过呢它是固定在中间的位置上。所以呢，我就有点希望滤镜厂家能够推出在不同位置的 GND， 比如说可以做一个1/3的 GND， 它这个线呢刚好是在这个的1/3的位置，或者在2/3的位置做一个，做3种的滤镜。当然你也可以做1/6啊，或者1/4这其他的打数，但是我觉得1/3、2/1和2/3这3种呢基本上是够用了。那如果实际的这个分隔线不在这3个位置呢，我们可以通过后期裁剪的方式去完成就可以了。那这也是我给滤镜厂家的一个建议。既然是横向测评呢，一定会有排名，也一定会有第1名和最后1名。所以呢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做这种横向测评其实挺难的。因为我在问这些厂家要样品之前，我就跟他们说了，我要做横向测评，不能保证你的产品一定是第1名。所以有的厂家可能就有点面露难色啊，就不太乐意把滤镜给我，可能是怕测评结果不是特别好吧。其实我的看法呢是不用太在意，因为我觉得能够在这样一个测评里面露面，至少能够说明你们有这方面的产品。如果在测评中间某方面表现不是特别好的话，没有关系啊，你新的产品里面改进就好了。比如说百洛就很大方的把它滤镜借给我，它这个滤镜实际上是个比较老的滤镜，所以他们后续呢会出新的版本对这个边框进行识别。那大家至少知道百洛有这款产品，也知道他们还在进一步的改进，那这个就挺好的。
那再比如说卡瑟，他们也很大方的把产品借给我来测评，而这款产品刚才我也说了是2022年的产品，已经过去2年了，所以我相信他们后面呢也会有进一步的改版，能够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加的完善。毕竟卡瑟也是有很多年的滤镜生产经验，他们对于产品质量的控制以及保修这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好的。不过呢，我这个测评呢，其实也有一些地方没有考虑到，比如说我没有考虑到它的耐用性。那么耐用性呢，如果真的要去测试的话，一个呢，你要使用很长时间，看看这个滤镜有没有变差啊。第二个呢，你可能要做一些破坏性的测试，比如说把滤镜给摔到地上去，看看在多高的情况下滤镜可能会摔碎。那这种测试我目前是不想去做它，因为我实在不想把这些滤镜搞坏了。在后面我可能会带这些滤镜出去外拍，那如果不小心发生这种掉落的情况呢，看看有没有摔碎，我后面也会跟大家反馈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已经有这些滤镜，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破碎的情况呢，也可以跟我反馈一下，在评论区也好，或者是给我发邮件都可以。其次呢，这个测评呢，我没有考虑到个体的差异，尤其是磁吸力和白平衡这2种情况，我感觉是有可能有个体差异的。那当然，这有可能是好或者是坏，也许我受到这个滤镜的磁吸就是好，或者是这个磁吸力就是差，导致结果呢不公平呢，这是完全有可能。我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呢，就是Maven这款滤镜，我记得我刚拿到手的时候，它的磁吸力比现在要好，所以我就在想，一个会不会个体的有差异，第二个呢就是磁吸力会不会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会逐渐的减弱。那这些问题呢，我目前还没法给大家一个答案。那如果大家已经使用这些滤镜一段时间，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，欢迎在评论区或者给我发邮件。有的用户也可能会说我这个测评呢不够专业，没有用到一些专业的器材去测评啊。实际上我这边用到了测量仪器，非常简单，油标卡尺以及这样一个拉力计啊，这2个都不贵，你们都可以自己去购买。我这边也不可能去使用价值成千上万的一个高级的测量仪器。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当然我不想花这个钱是一个原因了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希望我的测评啊，不管是我之前做的三脚架测评，还是现在的滤镜测评，或者将来的任何一个测评，我都希望我从用户的角度去测，而不是从一个专业的人士的角度去测。用户呢，只对他们关心已经力所能及的问题感兴趣。比如说，我测了 ND 滤镜的质量，我也测了 CPL 滤镜的质量，但是呢，我在测量过程中，我通过实拍的方式来测量，对于拍出来照片呢，我看不出来任何的区别，所以我也就没有在我的测评中间包括 CPL 滤镜的质量。但是实际上，如果你用专业的设备去测量这些 CPL 滤镜，它们一定是有差异的，只是对于用户来说呢，这个差异可以忽略。所以有的厂家可能在他的宣传文档里面会告诉你这个反射率怎么样，这个透视率怎么样，可以从 99% 的透视变成了 99.99%。我只想说，对于用户来说，这个 0.99 的差别呢，真的可以忽略。甚至对于白平衡这一块，我测了可能有100、200误差，我觉得这个误差呢也可以忽略，因为后期简单的一个调整就可以改过来。那只要偏差不是特别的大，都没有问题的。而用户更关心的问题，则是这些磁吸力、边框是否识别，这些非常实在的一些问题。大家看到这个测评结果，可能你手上已经有这些测评稍微差一点的滤镜呢，可能会有点失望啊。我其实觉得也没有必要。那这里我给大家举2个例子，第一个呢就是白露这一款。我刚拿到白露这一款，其实还是挺喜欢的，但是后来测评的时候发现这个边框没有识别，其实也可以理解啊，因为它这个边框真的很薄，所以比较难做出不同的识别。但是如果你已经买了这个滤镜怎么办呢？那很简单，你弄个彩色的笔把这个边框画一下不就好了吗？那这样你就可以识别这个边框了，所以这都是难不到大家的。再比如说卓尔和EARTH这2款滤镜，那这2款滤镜的磁吸力特别差。但是我后来做实际测试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，如果说我用卓尔的滤镜接瑞丽龙的磁吸环，那这个吸力就非常高。那这边我就顺便也做一个测试吧。那我就吸上去，清个0，我就拿给你看一看，到了 8.69 啊，那磁吸力就非常强了。EARTH这一款我测试也是一样的。我前面也提到卓尔和EARTH他们吸的时候不是满水能吸上去，后来我试了它和瑞丽龙转接环之间的吸附，他们一吸呢就吸上去了，纹丝合缝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这个就挺有意思，一个转接环就让这2款滤镜的得分大大提高了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不幸买了卓尔或者是EARTH这2款滤镜呢，你去买一个瑞丽龙的转接环就可以了。说到这里呢，可能用户就问，这些转接环和滤镜之间的兼容性怎么样？这个呢，其实我也测了测试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格。那这个表格的意思就是说，从竖往下看啊，就是这一款滤镜和这边对应的转接环是否兼容。那这里面其实分成2大类，第一类呢就是卡瑟和 Freewell 的2款滤镜，因为它们是兼容裸口滤镜，所以它们的直径呢会稍微小一点，所以这2款滤镜的转接环没法被这5款滤镜的滤镜使用。
反过来呢，这没有问题。Freewell 和卡瑟的滤镜呢，可以使用这边所有的转接环。这5个滤镜呢是属于一类的嘛，所以它们之间基本上是可以互相通用的。唯一一个例外呢， Maven 的滤镜和百洛的转接环，这个转接环的内径和这个滤镜的外径的尺寸非常的接近，所以在安装的时候呢会有点卡的情况。除此之外呢，其他的转接环和滤镜都可以随便的换用。好，下面我对大家如何携带滤镜呢来做一个说明。大部分用户呢可能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滤镜包。 他们把滤镜一片一片的放在这个里面。对于以前的普通的 local 滤镜来说呢，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但是对于磁吸滤镜来说呢，其实不需要这样去做。这边呢，我就以Earth这一款滤镜为例。好，这款滤镜拿到之后的，实际上它是这样的啊，这样叠在一起，放在这里面。这是我收到的滤镜，它没有包括这样的一个盒子啊，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纸盒。这个应该是这样放上去，这样就寄过来了。我拿到之后呢，把它打开。 直接取出来，那这就是我可以使用了。所以它包括前盖和后盖。使用的时候呢，就这样取出来，放到镜头上，把盖子盖好就可以了。那这就是它携带的大小，非常的方便。那和这个包比起来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肯定是小了很多。所以这样一个携带的思路呢，其实现在已经被很多厂家接受了。比如说像 Freewell 这一款滤镜，它在网上也能买到这个盖子，这是我特意去买的一个盖子，可以直接放到这个滤镜的后面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卡瑟，我在它网上也看到了有盖子。瑞尼龙呢，在正式发布的时候也会包括一个后盖。 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是真的非常方便，这个也不容易脱落。但是如果你实在担心这个会不小心脱落，你就弄一个橡皮筋把这样箍起来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就绝对放心，你可以随便带，放在口袋里就行了，就可以带到到处跑了。那总比带这样一个大包要好。除此之外呢，像 Maven 出了这样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盖子，就是这样打开，把滤镜一片片的插在这儿。像这里面我还有一个 UV 滤镜，我还没拿出来测试过，所以它整个的体积呢也比 Freewell 要少一点。 但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我在用的时候发现这个用起来也不是特别的舒服，尤其在取的时候，手总是被卡住，所以我是觉得直接叠在一起携带就已经很好了。当然了，我做测评的目的呢，其实并不是为了测评，而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些滤镜，以及了解我是如何做这些测评的。 那我相信呢，这些滤镜厂家如果他们看了我的测评之后呢，他们一定会根据我提到的这些要点啊，一一进行改进。那这个呢，基本上就是个开卷考试了。所以你就按照这些去改进呢，当然最后就能在我的测评中拿到满分。那如果拿到满分，我会觉得怎么样？当然是好事了。我巴不得哪一天这些滤镜每个滤镜都拿到了5分，那这样我的测评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去做了，直接告诉大家你们随便买哪一款滤镜都可以，因为都是一样的优秀。 这对用户来说呢，绝对是一件好事，也是我期望能够看到的情况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们就讲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